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5年6月24号，欢迎朋友们进入直播间。我们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半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。那么我们今天直播计划到12点，只有半个小时，只有30分钟，所以时间比较短。还有就是因为下周就要进入这个暑期了，那么我也要去休假了，所以从下周开始我们这个直播就停了，有可能会有录播，但是不能保证，所以说看情况，可能会有录播，但是直播是肯定没有了。唯一能保证的就是给会员专享的周末的一个复盘，所以说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通知一下。好的，那么欢迎请朋友已经很准时的进入到直播间了，他已经问了2个股票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盘，然后就开始分析他说的这个股票。这个标普的话，因为周末和最近今天、昨天这个消息特别多，大家也都可能都看到了，对吧？因为消息的刺激，什么以色列、伊朗的战争，造成现在大盘现在开始跳空，今天一个跳空往上走。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已经现在有了，从4835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2次回落，然后现在开始尝试走离开，对吧？现在是可以这么来分析，这个位置就是昨天的这个最低点，也就是形成了这个中枢的一个结构买点。那么现在就开始走离开，看能不能够带着力度往上走，这是其中一种情况。那么如果说带着力度往上走的话，我们就看这个最高点了，其实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6147。如果说带着力度往上走，但是因为它现在是开始走这个中枢的离开段了，那么这个中枢的进入段的话，如果说你把前面这个不算成回撤一笔的话，那就要从最低点4835来看，这个进入段这个太猛了，这个空间太大了。你想要不背驰的话，那这个后面的这个需要涨得非常非常猛。如果说你把前面当成一个3段进入的话也可以，那么就从这个位置开始测，也是太大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就要关注了。如果说这个力度不够行的话，就很容易背驰，就是这个针对这个中枢的离开段和这个进入段就很容易背驰，所以这就是需要做一个提醒。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6147之后，那就再看这个还是跟踪它的力度，这个力度，因为它尝试离开这个小中枢，这个力度必须要强，这个逃逸速度必须要大，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的吸引力，这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的。那么现在今天还带缺口往上走的，表达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手里有的话可以继续拿，因为我们之前在5浪的时候，或者说在之前上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说这个是1、2、3、4、5，在这段的时候我们提醒这个仓位不能太大，就等待的就是这个 GB 回落，对吧？因为5结束之后不是说马上就要暴跌，因为之前上周有个朋友问，是不是这个什么楔形整理要结束了，或者5浪上涨要结束了，对吧？5浪之后它还需要继续生长的，你不能够想当然的说啊5浪结束之后就要暴跌来个3浪回撤，但是那只是其中一种情况，说明你的这个完全分类不够完整，造成了你的这个可能只想单边或只想一个方向。那么这就是现在就跟踪它现在离开的这个力度就可以了，这是针对这个指数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大家的提问 ，OKLO， 先看那个秦朋友之前问过的这个我们之前说过，它是一个核能公司，对吧？我们也讲了，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些大的科技公司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数据中心耗能比较大，如果说让他们玩这个清洁能源的话，又比较贵，所以说他们就盯上了这个核能。那么这些小型的核能发电站，这些公司呢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他们需要就是长期的一个投入，你不能说我只投个1年2年，然后我就这个这个企业就不要了，或者这个业务就不要了，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，比如说5年10年的这么一种
长期投入，才可以开展他们的业务。但是呢，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可能又不愿意，比如签合同的话，可能不愿意签非常长的合同，所以可能这个会对这些小公司带来一些这个烦恼。那么这是只是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对这些核能公司的一个理解。那么对它的图形的话，现在是非常强，对吧？现在看到周期是周线的，那么这是进入段，这就是离开段。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标普的日线一比较，就是这个离开段一定要够强。所以这个现在明显目测的这个离开跟这个进入比较就没有背驰，但是不是说没有，就是在这个周期看着没有背驰就不可以回来，在它的内部你一定是多周期去分析才够这个更全面一点，对吧？在它的内部结构的话，我们看从这个起涨点 17.42， 那么这个是一个123，或者说一个12345都差不多。那么现在也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结构买点，跟这个标普那差不多嘛，对吧？这里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这个离开这段，但是没有标普那个强，标普是一个跳空缺口往上走。那么这个位置你需要配一点仓位，但也不能太多，为什么呢？就防止这个底分型是一个中继的。这里虽然说有底分型了，但是它如果说没跌完的话，那你需要去2个周期多看一下，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，我们可以大概瞅一眼。但是目前看它的小周期可能这里是有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。我说过，如果说在这个周期你看有3根 K 线并排的话，说明它的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，它可能有这个中枢了，说明它有背驰了，相当于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进入段，有离开段，可以结束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相对于简单的一个方法。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，没有中枢，30分钟，这我们之前分析的，把它清掉。这是这个高量的这段，30分钟的话也不够清晰，看一下15分钟。那么15分钟就是日线的次级别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在日线上看到有3根 K 线，那么它有的时候是次级别，有的时候是次级别，所以说你需要去这个把每个周期都看一下。那么它在这个就是明显在次级别15分钟上有这么一个中枢，对吧？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中枢进入段，构成中枢，然后开始离开，然后还给了一个这个中枢还给了一个小3脉，就是3脉转2买，在15分钟上出现了3脉转2买。那么这个有希望形成一个日线上这个底分型啊，有希望形成一个真正的底分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15分钟上出现了一个3浪1、2、3，然后这个3还没被持，发现没有？它这个3是不被持的，我们可以目测是不被持的。它已经到了 1.118 了都，等比例在56，所以这个3是不被持的，那么就可以有4和5，4和5之后也是可以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往上走，做2个都可以。如果说是这么演变的，所以说呀，在这个3脉在15分钟上这个小3脉转2买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进？这是最理想的位置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说能进了的话，那么直接一个跳空高开，那你就可以继续拿了你的这个15分钟进的这个仓位。所以说有没有在最好的位置进场其实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说你在这个小位置没有进得去的话，那现在你只能是看它能不能给一个4的回撤。目前这个看一下这个2个价格58 57.99， 哇塞，你看这空蛮空的，刚好跌破了这个58，然后给了一个4 1、2、3、4也有了，就看这个5了。现在4浪小4浪也有了，就15分钟上这个小4浪也有了，1、2、3、4了已经。像这个5，看它能不能够力度点，看能不能冲到200均。200均的话，在163，最好是能够往上力度大一点，对吧？现在好就好在这个张口 ，MACD 这个快慢线的张口还比较大，看它能不能有力度的往上冲，对吧？你可以再拿一拿到63附近，如果说能冲到63附近的话，那么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回来，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，碰不到的话还可以6和7，甚至8和9，对吧？这些都不能够预测到它怎么来演变，而是你一点点跟的，这是需要你花时间去跟踪它的。这就是缠论，一定是一个当下的决断，当下的交易，这个当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
它也可以是一个5之后回来做中枢，然后再往上走，那就跟我们刚才做那个推导是一样的。什么是结束呢？那这个也可以结束啊，这个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个5段15分钟给你一个5段没问题，相当于1小时上是一个1笔下1笔上，我另外一个颜色表达它的周期是不同的，用个红颜色代表1小时的话，那么5段结束之后，它完全可以走反向了。这里比如说快速往下走，对吧？什么位置你要首先这个二脉这个位置你要注意了，就这笔反弹你要严重关注它。如果说反弹的很弱的话，然后再就是这段的这个下跌速度非常快，又跟这个第一段不背驰的话，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1小时那个二脉，所以一定是跟踪它的生长，因为这个走势它是一个生长过程中，你不能够简单的预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。好的，针对这个 OKLO， 那么我们再看他问的一个 ACHR， 这是一个什么 aviation， 是应该跟航空航天相关的，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。看一下它的大图形，这是之前分析的一个结构。那么从这个 2.28 我们之前是分析过，从 2.82 的话是一个3段，然后这个它是没有方向，在周线这个结构上是没有方向的，因为它必须要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或者跌破这个低点，它才能选择方向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在一个做中枢震荡，或者说你说它箱体震荡什么都可以，或者说在走缠论里面管这种叫中阴段，就是它没有方向，可上可下，它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我们把这个给它圈一下，然后看一下 5.48 到 13.92 这个结构，所以说它2个方向都可以走。那么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上涨，还出现过一次回落，对吧？这个上涨和回落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。这个上涨和这个回落你有没有参与？首先这个上涨，它这明显是在估摸着是应该是 0.618 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测一下，对吧？完美的 0.618， 我现在目测大概就能测出来它的位置，就不用去用工具了。你如果说比较熟练之后，它刚好弹到了 0.618 没上去，然后跟前面的一个一比较，这是1脉的话，这就是2脉，所以这个位置是能够抓得住的。如果说你比较熟练的话，然后这个回落也是够一笔了现在，然后今天也形成了底分型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它是一个中阴段呢？就这个位置是可以有一个中枢的，这个位置是可以有一个日线的中枢。那么这个位置现在就形成了一个结构买点了，那么由 MACD 开始收缩，所以这个位置你要进仓位。那么因为这样，起码先看这个中枢上沿吧，先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到 12.52 这里，是这里能够继续震呢，还是能再次打出去，还是说直接就一笔就冲上去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？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以5.48 这里断开的话，就是它的上涨没结束，就这个上涨一个进入段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再打离开。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在周线上是2个方向。如果说它选择往下走，如果说它弹了一次没有问题，但是呢选择往下再次跌破 9.25， 那就是说明了 13.92 这个下跌回落成一笔了，所以这个位置就可以成为一个周线上的一个买点了。所以说啊但是目前它现在还是没有脱离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枢震荡、什么区间震荡、箱体震荡，都是这么个说法，所以这个位置你要配仓位的。好的，这是这个 ACHR。然后看这个下面这个 Sherry 朋友问 Coinbase 不知道你有没有拿得住啊？我记得不知道是不是你在这个位置当时问的，我的个人倾向是突破277，那么我也不说分析的如何好坏，但是结果就是说，如果说你能够拿得住的话，肯定能吃得到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预测，任何人都可以去预测个1次2次，那瞎猫还能碰到死耗子呢。别说你再懂点技术，对吧？就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你对了1次2次，但是你能不能够长期的保持盈利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什么是长期呢？5年、10年的，你预测一次2次对错没有什么意义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一个系统的，让你能够维持你的交易，维持你这个长期盈利的这么一个方法。那么缠论就是这么一个方法。那么现在日线上它已经出现了5浪了，或者5笔142、12345。那么他问
有希望突破349吗？349是这个位置是吧？349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周线，因为为什么说看一下周线呢？因为周线上它前面这里从最高点，这是上市的那一天或上市那一周，从429，然后开始做一个中枢，然后还是2个中枢的下来，就是一个趋势下。那么这个的结构在它月线上肯定是一个大的月线的一笔，或者说一个线段下。那么右侧其实是现在基本上走一个反向，或者走一个微转类似。如果说你把这个周期拉得非常大的话，那么现在就是在走31.55是起涨点 ，A 中枢 ，B 中枢，对吧？那么 B 中枢它也可以，现在因为还没有再次突破349.75，它也可以把这个中枢再继续震出9段来。那么震出9段来的话，就变成了31.55，这个就变成进入段了。那么这里可以再走离开，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周期变大了，可以在上面再生长出来一个大的 B 中枢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大 A 中枢，对吧？这是其中一种情况。那么能不能够突破347.95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而且即使它能突破的话，你也不能够预测它的这个周期啊。它可以明年就突破，它可以1年以后再突破，或者说10年以后再突破，这都可以。我下1秒就突破，你让我预测它能不能够突破，我没有水晶球啊，我只能说我就继续跟踪它，突破与否没有大意义啊。突破又怎样呢？突破就完事儿了吗？突破了，然后直接给你一个掉头跳空缺口，直接再砸掉142也可以啊，对吧？预测它能不能够去突破某一个价格没有意义的，对长期来讲是没有意义，因为你不是在这个位置追进去的，你不是追在了334啊，你是买的了这些位置，它突不突破它没有意义，其实，因为即使突破它之后，你关注的不是突破这个位置，而是突破之后的这个力度。去跟这个进入段，就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有没有背驰，这是你关注的。如果说它突破了349.75，但是没有力度，那基本上也就完事儿了。如果说突破了349.75，力度非常强，那就可以延续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不是要关注它突不突破，而是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小周期，比如说它的现在这个第5浪，这个第5浪的力度够不够强？这现在是所有的都是强势表达。所以说，有的话肯定是继续拿，不要去这个，因为现在明显强势表达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乱动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所有的周期或什么样的情况都想做差价，这种单边的这个表达的时候或强势表达的时候，你如果说手比较慢，或者说卖了之后很容易买不回来，这就是容易踏空。就是说，在它强势的时候，你宁可不动，也不要乱动。这就是在强势表达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有那个能力，在它这个有回落的时候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123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277这个位置，为什么当时277这个位置需要动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把这个3段比较一下，现在做一个复盘。我们当时应该讲过，为什么这个位置要动，而这个位置现在就不能动，对吧？277这个位置当时是等比例在262.38，我们说过。有效站上一个位置，传统理论我们看一下裸 K， 传统理论说有效站上一个位置必须要3根 K 线或3个交易日，因为如果说看你的这个周期，对吧？这是传统理论。缠论不是这么看，缠论是突破了某一个位置，就是次级别突破了某一个位置，还要有一个次级别回落测试。如果说次级别上去，次级别回落跌破了这个位置，说明就没站上它。如果说这个次级别回落还在这个262.38之上，才能说明说是有效站上，对吧？所以说它在262.38这个位置你是不能动。首先你是说当时这个当下是不能动。如果说发现它开始回落了，你就开始要出了，或者要开始减了，因为它站不住262.38，说明这个等比例这个位置还是有用的。那么它出现这笔回落了，但现在完全没有出现。跟前面这个段的这个情况，我们也可以把3和5比较一下。哎，还是一样的情况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318.96是等比例，也就是说这个123这3段到318.96是等比例。现在突破了它，还是我刚才那个方法。传统理论是3个交易日，3根 K 线，现在只有1根。
那么我们的缠论的话是次级别突破它，然后次级别有个回落。现在这个次级别的这个突破还没有说它结束，毕竟它的力度是强的，但你要小心一点了，因为这里是有3根 K 线这里并排，然后就没有了，说明它的周期，说明它的次级别或小周期的上面的力度非常强，所以你不需要担心。什么时候这里再出现3根 K 线的时候，你才需要小心一点，是不是它这段的内部快要结束了？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一个交易者，不是说要去关注某一个突破某一个位置。然后这个叫一个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吧，一个谢朋友问特斯拉和 Coinbase， 然后问什么时候位置可以建仓，现在进场算是追高吗？ Coinbase 现在进场肯定是追高，对吧？这个位置坚决不建议进场。什么时候可以进呢？在它的小周期上，什么时候？比如说去5分钟上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眼，毕竟这位朋友不常来，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照顾一下。那么就是这个高量的，这是我高量的这个在日线上那段。那么现在在1小时上的话，它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1小时上也是一个5。那么还要再看它的这个1小时上的这个第5段。这就是1小时上第5段，看看5分钟上能不能有机会让你进一下。5分钟上的话，这里也不明显，但是1分钟上肯定有中枢了，所以说这个快结束了，也就是说这个5分钟上的这个已经有基本上2个小中枢了，这里有就1分钟上这里起码有2个小中枢了，快结束了。什么时候5分钟上给你一个比较大点的回落？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，打个比方，如果说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的高点的话，你可以等它5分钟上什么时候给你一个0.382的回调的时候再进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追，现在追基本上就直接就给你一个回来一个打脸。然后你又问这个特斯拉，我们看一下特斯拉，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，特斯拉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说之前它这个价格看一下335.5这个位置，我之前说从273涨到335.5，就是这个根 K 线的时候啊，它有包含关系，下面就是它这个结构吧不够，就反弹的一笔吧，当时是不够特别充分的。那么昨天和今天这个情况已经把这个结构变得很饱满了，或相对饱满了。那么从273到这个357的话，这个是完美的一笔，或者说按定义来的话，它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歧义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删掉。那么你想问现在进，那么看一下这个特斯拉什么位置能进？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它的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的周的顶分型，对吧？现在是尝试往上走。昨天因为这个在这个德州，在奥斯汀推出了这个 Robotaxi， 虽然说可能只有10辆车，对吧？只是一个尝试，但是也是造成了昨天特斯拉涨了将近 8.23%， 最高的时候可能涨了 10%。那么现在你要关注的就是，如果说不能够突破367的话，这里可能要做一个中枢，然后再上去。这是这个相对大的回撤。还有一种就是273到357 K 没结束，对吧？所以我需要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高量那一段273到357。那么它小周期上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结构。这里是一个123构成进入段，然后开始这里震，然后开始离开。那么现在这个回落的话，还有希望形成一个小300，1小时上还有希望形成一个小300。那么从这个起涨点，我们从这个起涨点大概测一下，刚好是踩到了0.382，对吧？这个回落刚好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小300，就是这个小中枢，它可以是一个小300之后再打一个高点，形成一个123段，再结束这个273那个上来。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。现在想进场的话，只能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周期，因为它可以打了一个高点之后就直接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。那么你要是从现在的价格5%左右的一个空间吧。当然了，如果说能够不背驰，那当然更好了，那就可能就突破前面的这个367这个位置了，对吧？
也是可以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办法给你预测它能不能够去到某一个位置，只能是在当下的这个图形上，当下的结构出现了买点我就买，出现了卖点我就卖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我不需要去预测它是不是到某一个位置或者跌破某一个位置，那都是很无聊的这个问题或者无聊的游戏。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个位置，我的盈亏比上涨5%，下跌我哪个位置出来。比如说我这个往上走，我要吃5%的一个盈利，往下来，它如果说回到这个中枢我就止损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回到中枢就止损2%多，那就是一个2%多，针对一个5%左右的一个盈亏比，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个盈亏比？如果说你能够承受得了，那有什么不能进的，对吧？你只要这个盈亏比是合理的。你不能说啊，我这个只能够赚2%的一个盈利，然后我要亏5%，那你这个盈亏比就不合理，对吧？肯定是这个盈利要比你这个亏损大，一般都是2倍左右的一个状态才合适进。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下面的止损空间太大了，你要在这个位置止损的话，你要在273止损的话，那么你现在进上面只有5%的一个空间，那么下面从现在的价格到这个273，一个25%的一个空间，你就没有办法进的，因为你的这个盈亏和盈利和亏损不成正比啊，这个不划算。就像你做生意，你亏的钱跟你要赚的钱划算，所以你就不会进。所以说，任何一个位置进场和出场，你都要考虑它的这个合理性，你都要考虑它的盈亏比。不划算的交易你就不能进，你就需要等更划算的时候。比如说它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那么我止损就放在中枢下面，那么顶多就是在中枢震荡嘛。那么它这个中枢区间是多少？5%到6%的一个区间，对吧？我只拿1%左右的一个亏损，我来赚这个5%左右的一个盈利，这就是一个划算的一个交易。所以说呀，交易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其实都一回事儿，就是你的盈亏比，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个亏损，你再进。你承受不了，你说我1分钱都承受不了，那你就不要交易嘛。所以然后这位谢朋友问，所以买点是342。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听我的这个直播呀？你这种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。你是把我当那个手里有水晶球，或能把我当跳大神的了吧？我是没有办法跳大神的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交易能不能够承受，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个几的亏损，你能承受你就进，对吧？那么潜在的盈利是5%，潜在的亏损可能2%、3%，能不能够承受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不是342能进，或者342.1能进，我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，谁能够告诉你哪个价格进肯定赚，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有可能亏损，没有100%的盈利。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这个想法。这种想法你是不能够去成长的，你也不可能提高的。永远不要去预测某一个位置能够给你带来100%的盈利的可能，没有这种位置。所以说风险是不可控的，你能够控制的就是你的仓位，就是你这个亏损能不能够控制。我任何一个位置进场，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亏损我们能够控制，能不能够承受，承受不了你就不要进。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有可能，因为什么呢？你342进了，然后突然那个以色列给伊朗投了一个原子弹，你说你能预测得了吗？你直接别说273了，那可能200都扛不住。你这种突发事件你能承受得了吗？你是承受不了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预测以色列是不是要给伊朗投原子弹，而是我这个位置进多少仓位，然后多少设一个止损的位置，我能不能够承受，这是你需要考虑的，而不是要考虑我什么位置可以进，能够100%的那个带来盈利。没有人能够告诉你，也没有人，谁要告诉你说某一个位置进场肯定100%就赚钱，那这个人不是忽悠就是傻，或者就是坏。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们这里不是来给你喊单的。我在做这个频道，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喊单的频道或喊单的一个地方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只要分享缠论的这种思维方式，缠论的这种当下的这种跟踪
当下思维的方式，而不是要去预测什么玩意儿。这是一个考虑你的成本，考虑你的持仓，这才是一条正路。所以说，如果想长期的能够保持盈利的话，就走正道，好吧？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只有半个小时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再次提醒一下，我这周是最后的这个直播了，那么下周开始我就要去休假了，所以说，直播就肯定是没有了。那么有可能会有录播，但是不能100%保证，大概率是没有。那么唯一能保证的就是这个，每个周日给这个会员朋友们做的这个周末的复盘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周四还周五还有